昨天又见，今天又见，我们天天相见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天天相见厨房。这一期我要来做一道家常菜，这一道菜呢，在小时候就很常吃，就是姜丝猪肉。姜丝焖猪肉吧，焖瘦肉 OK。我先来说一下姜，其实常吃姜呢是很好的，姜呢它可以驱寒，你常吃的话也不会容易感冒生病那些，因为姜它是属于热能的，所以对我们身体是很好的。那吃姜的方法呢？除了姜水啊、姜粉那些啊，我们还可以把姜拿来做菜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做法。现在要准备的材料有生姜、瘦肉、大蒜。我这里准备了250克的瘦肉切片。肉要好切的话，你就冷冻拿出来了，然后退冰，不要退完稍微有点软了就可以下刀了。厚度的话，大家自己决定。有的人喜欢吃厚片的，有些人喜欢吃薄片的。喜欢吃薄片的就切薄吧，薄片就像刷肉片一样的口感。切完之后就把肉拿去冲一冲洗，洗掉血水，洗好之后就捞出来控干水分，全部放入碗中。在还没腌制之前，准备1块的姜，然后拍散。可以像我一样使用工具，没有工具的宝宝可以用刀拍散。这里操作要慢慢哦。差不多这样子就好了，放到碗里面。接着加满1碗热水，等冷却下来之后，就可以用这个姜水来腌肉了。姜水冷却后，就来开始腌肉，加少许的盐，加适量的姜水，加入这些调料后，可以抓拌均匀。水呢，就不要一次过加太多，分2到3次来加。可以用筷子或者是用手来拌，让肉吸收水分，抓拌均匀入味。我们慢慢的抓拌。水吸完了，又再加又再搅。姜水具有很多功效，是对于改善消化系统和缓解感冒症状有很好的效果，抗氧化、抗炎和抗菌作用，促进血液循环，缓解头痛、缓解恶心等症状。肉吸完水之后，加少许的淀粉锁着肉的水分，使肉类保持湿润，防止其流失，保持肉质的嫩滑和多汁。最后加几滴的油进来拌一拌就 OK 了。肉就先放一边备用。这些剩下来的姜水呢，等下就可以用来焖猪肉。接下来，我们再准备多1块不大不小的姜，准备切姜丝。在还没切之前呢，刀大概磨一磨会比较好切的，先切片。可以将姜切成横向薄片，有的人喜欢吃厚片的，有些人喜欢吃薄片的。在切姜片时要小心刀刃，以免切伤手指。切完片之后排整齐，然后切丝，像我一样慢慢的切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需要调整丝的粗细，大家要一切以安全为主。切好的姜丝放入碗中，加入清水里洗一洗，洗后捞出，然后擦干水分。我是觉得有这样子洗一下，炸出来的姜丝会比较漂亮。放上厨房纸巾把姜丝弄干，像我一样操作就 OK 了。好了，接下来是2粒的蒜头切片，根据需要调整切片的厚度刀，这样更容易释放出蒜的味。材料都准备好之后，就来开始吧。先来起锅炸姜丝，倒入锅后加上冷油下姜丝，就一路慢火保持油温，把姜丝炸至金黄色。如果是怕控制不了油温的话，你就可以像我这样子，油再放多一点点就比较好掌握。炸到像这样子，有一点淡淡的金黄色就可以捞出来了。这样子炸出来的姜丝是不是比较漂亮？好了，如果是肉没有那么多的话，就把一些油拿出来。下一步把蒜头加进来爆香。我们先把蒜头炒出香味，是不是炒着的过程闻到香味？蒜头爆香后就可以把肉放进来炒了。把肉片弄散，大概煎一下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锅铲来做工，半煎半炒这样子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。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和鼓励。把肉炒香后，加适量的黑酱油进来，然后继续翻炒，均匀翻炒，保持食材均匀受热，以确保它们熟透的程度相同，避免出现一部分过熟或未熟的情况。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，肉已经炒到上色了。
接下来就是要焖，把刚才的那个姜水倒进来，烧开后就让它滚一滚，然后盖上锅盖焖差不多1分钟的时间，以便食材充分吸收调味料和汤汁。好了1分钟后打开锅盖，这个时候你可以闻到很香很香，调味的话简单调就好了，生抽啊、胡椒粉啊，然后再加一点白糖。还有别忘了刚才炸的姜丝，放一些进来焖，然后留一些等下放在菜的表面，快速翻炒至金黄色，使其变得香脆可口，以确保它们不会粘在一起或烧焦。留一点汁，不要全干。OK， 焖一焖入味之后，就可以加花雕酒了。如果你是要汁浓一点，你就把酒浇在那个淀粉上，然后弄均匀勾芡。如果你是要水一点，你就直接加酒就 OK 了。我喜欢干一点，所以就大火收汁。大家可选择收汁或者吃湿一些。好了，完成出锅。姜丝焖瘦肉非常经典的一道家常菜。这一道菜看起来是不是很熟悉？不知道有没有勾起你们的回忆呢？刚才剩下来的姜丝呢，就给它排在表面就搞定了。小时候的味道，妈妈煮的味道。我这个汁比较浓，因为我有勾点芡。我记得小时候妈妈煮的是没有勾芡的，是比较水的。你喜欢吃比较浓的就勾一点芡，喜欢吃比较水的就不要勾芡，直接放酒就好了。 OK， 来试一下。姜丝瘦肉是一道色香味俱佳的家常菜，姜丝的清香与瘦肉的鲜嫩相得益彰，这道菜清爽不油腻，回味无穷。来看这个肉，这个肉是比较，如果牙齿没有什么有力，还是可以咬的，因为肉我们有腌制过，有吃过水，肉就会比较软嫩，简简单单，健康又好味。喜欢这一道菜的话，就帮小弟点个赞吧，大家也是可以收藏起来，或者是可以拿来分享给你的朋友。好了，那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帮忙给我点个赞，并订阅我的频道，别忘了在下面留言，告诉我你有学会做这个家常菜了吗？下个视频中，我将会带来更多的家常菜。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